所谓吃在广东，味在顺德。作为一个美食之乡，顺德非常值得大家探索。从香港或者深圳到顺德只需要2个小时，找个周末说走就走。本期视频给大家做一期顺德吃玩攻略，一共吃了8个地方，给大家排排序，看看哪些餐厅值得去，哪些网红餐厅名过其实。这是在顺德的第1顿晚饭，因为太饿了，直接冲进了餐厅里面，连招牌都没有拍。这家餐厅叫杏坛宫平亮正，这个是正确的断句，不要读成杏坛宫平亮正。杏坛宫就是指杏坛人的意思，平亮正呢，就是说他家的砂锅粥呢是又平又亮又正。这家是非常出名的一个网红店，很多游客都来吃。他家最经典的菜就是这个生鸡蛋牛肉，还有油条生菜。先去拿点调料吧，这些调料都很精简，主要还是想突出粥底火锅自身的鲜味吧。我就拿了酱油、葱、姜、蒜这些的，然后我就拿了这个姜放在粥底火锅里，因为我好喜欢粥里有姜的味道。可能这边因为太多游客来了，所以店家直接把吃的方法挂在了店里面。差不多时间，粥已经开始微微冒泡了。我们在这个期间呢，要不断的搅拌粥底，以防它糊。先把这个生鸡蛋打在牛肉上面，据说这个牛肉是潮汕这边过来的，所以到了顺德这边呢，应该就没有在潮汕吃的那么新鲜了。不过问题也不大，生鸡蛋的加入呢，会让牛肉变得更嫩。这时候粥底已经差不多完全沸腾了，夹起一片裹满蛋液的牛肉在粥里面涮一涮，大概涮个12到15秒就差不多了。现在的熟度是刚刚好的，肉里面还透着一些些微红，如果全熟的话就会太老了。我们还点了一盘白贝。牛肉吃的差不多呢，就把白贝放到粥里去煮一煮。等到白贝开口就可以吃了，他们家的白贝也是蛮鲜甜的。这时候这锅粥已经吸满了牛肉的肉香味儿和白贝的咸鲜味儿。接下来就是这餐的重头戏了，千万别小瞧这油条和这生菜丝，会使整顿饭得到升华。这时候油条已经吸满了粥底的精华，吃上一口实在是满足。最后呢，也可以往粥里加点盐和胡椒，喝一下粥，是非常暖心的。最后这顿饭120块钱，我觉得价格还是蛮合理的。
单人粥底小火锅的形式的确是顺德的一大特色。这家餐厅食材新鲜，价格公道，我觉得值得一来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们来到滴滴司机推荐的一家餐厅吃早茶。这家餐厅呢就在酒店的附近。刚入进去呢，就看到好多老人带着孩子来吃，我们觉得来对了地方，一定是本地人常来吃早茶的地方。我们点了几个点心，都比较有意思，平均每个点心大概10几20块，价格非常的便宜。首先上来的是豉油黄芥香鸡脚，是个凉菜，微甜的酱油里面还有一些小小的芥辣味，吃起来口感非常的新奇，是非常好吃的。这个叫头柱子弹排骨，到底是为什么叫子弹呢？那为什么不是头柱子弹排骨？一个早茶已经把我吃颠了，这个排骨真的非常的好吃，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鲜香弹牙的排骨。这个是特色杏香紫菜饺，但我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，外面是脆脆的一层杏仁，应该是炸过的吧，咸的。这个是黄金水牛奶，应该就是顺德炸鲜奶，它用的是水牛奶，但两是粗的，这边有些奶流出来了，破开一个看看，哇！它不会流出来，那种淡淡的香甜。开始我觉得没有味，我还想，呀，这怎么是咸点？然后最后那个就是香甜气息才出来，很好吃哦。最后这个青菜你也不要小瞧它，虽然它是白灼的，但也能看得出厨师的用心，尤其是那个酱油，它用的是爆过的蒜跟辣椒圈儿，所以呢有一点点辣，不过更多呢是辣椒的香气，这也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白灼菜了。这一餐实在是太精彩了，绝对值得一来。早茶之后呢，我们去了一家叫玉记的地方吃甜品。点了一个热的双皮奶，这是我在顺德吃的第一杯双皮奶。他家特别有特色，把这个双皮奶装进了这种复古的罐子里，是水牛奶做的，所以奶味非常的浓。甜度上呢，我觉得稍微甜了一点点，不过还是非常好吃的。另外一份就是冻的红糖凉粉，他家的凉粉切得特别大块，嚼起来特别的爽。凉粉的口感不是那种特别光滑的，所以应该是老板自己做的。他家的特色就是老顺德的装修风格，如果恰好路过进来吃东西还不错，没有必要特意来。
回酒店的路上呢，我们又路过了一家专门喝炖汤的店。来广东怎么能不喝汤呢？在他们家还有很多特色的汤品。我们点了一个原汁椰子炖竹丝鸡汤，还有一个超级厉害的蝎子土茯苓汤。打包回到酒店一一品尝。椰子汤配得上鲜甜二字。我曾经在君悦酒店的港湾1号喝过类似的汤品，那个汤要卖300块钱，当然食材用料的话要好一些，这个汤才卖35块钱，从性价比方面来讲，我觉得还是它赢了。重头戏来了，是土茯苓和蝎子，对吧？我还没有喝过蝎子汤，它这里面应该有那个有原汁的蝎子。哪有蝎子？哎，这个就是，这个是有点清甜的味道，里面是加了桂圆，比较淡，但是喝起来还回味无穷，喝了一口还想再喝。晚饭呢，我们来到顺德最有名的餐馆之一——猪肉婆私房菜。我们来的比较早，餐厅还没有正式开门，但是可以先进去逛逛庭院，喝喝茶呀，顺便研究下一会儿吃什么。这满墙的明星合影彰显了老板的底气。这家店实在是太有名了，朋友听说我来顺德也推荐了这家店。总店有2500平，里面还有一个庭院。看到锦鲤是不是很开心呢？差不多5点就可以入座了，熙熙攘攘来了些客人。如果要是5点后来的话，可能就要等位了。这边是大排档的模式，没有菜单，都挂在了墙上。柚皮、油盐饭、煎酿3拼、鲜肉生菜包、炒牛奶、冬瓜盅等等，都是他们家的招牌菜。菜品种类非常的多，分量很大，我们2个人只能悠着点。这里就是点餐的经过啦。我们本来特别想试一试他那个油盐饭，服务员说我们2个人根本吃不了。他家蔬菜跟海鲜一样，也是摆出来供你挑选的。最后呢，我们大概是点了4个菜，一个汤，2个肉菜，一个蔬菜。他家做成了这种名厨档，一个档一个档的，让大家看到做饭的过程。上菜前呢，我就去逛了逛，这边看到是在做煲仔饭。隔壁呢就是炒台，这边应该是做一个爆炒的牛肉，看起来也蛮香的，可惜我们吃不下。终于上菜了，第一道是个迷你冬瓜盅。看这个汤是米白色的，里面的料也十分的足。不同于我在香港喝的一些冬瓜盅，他们家里面是没有加虾米的，主要是海参和一些其他的海鲜，所以对虾蟹过敏的人也是可以吃他家的冬瓜盅哦。总体汤就是非常的鲜甜，海鲜的鲜再加上冬瓜的清香，这道汤还不错。
接下来的这一道呢，也是他们家的特色菜，叫美极煎罗氏虾，最低1斤起叫。你看这4只虾加在一起就有1斤重了，这么一盘就要将近200块钱。他们家的罗氏虾个头都非常的大，虾头里面呢是有少少黄的，不是特别的多，而虾肉呢就是非常的饱满，甚至像是龙虾肉的那种弹牙的感觉。美极酱呢就是甜口的，有一点点酱香的那种感觉，配着这个虾还是蛮合适的。然后它下面有一些炸的面脆，这个面脆呢配着美极酱吃也挺好吃的。接下来上的呢就是一大盘鱼头焗草鸡，看着这一大锅菜，估计5、6个人吃都够了。这道菜呢主要是吃这个鱼头，里面胶质非常丰富，嗦起来的时候特别的鲜美，加了葱和洋葱给这个鱼提个鲜。鱼头煎了之后呢，口感和调味都很好。这里面还有草鸡，但这个鸡呢就比较硬，主要是用这种做法的话，这个鸡最后就老了，所以就嚼不动了，可能最后只达到了一个给这个鱼提鲜的效果。最后这个上汤蔬菜呢就比较一般般啦。这个餐厅我觉得还是蛮贵的，就顺德来讲，2个人这顿饭吃了633，当然分量是太大了，估计同样的分量3、4个人吃没准也够了。这家餐厅呢，我觉得是稍微有些失望的，可来可不来吧。第3天早上，我们从荣桂来到大良，来试一下这个特别有名的明信老铺。我们吃的是早饭，这个时间段也已经有很多人了。他们家已经将近100年的历史了，现在是第3代。最出名就要数双皮奶了，不过除了双皮奶呢，他们家还有很多特色的甜品。半糖双皮奶，减糖版，哇，好多啊！炖这个椰黄多啦，还有这后面饮品，这是啥？双皮奶窝蛋，哦，水牛奶窝蛋，好多东西啊！下面还有一些，这里有榴莲雪媚娘后面就是这些糖水了。都是水牛肉做的，好浓的姜味哦！这个是水牛乳做的红豆糕，我们尝一尝。这家老店的分店非常多，选品非常丰富，很有特色，建议大家还是去尝一尝。早饭之后，我们来到附近的清辉园逛一下。清辉园是广东4大名园之一，建于明清时期，具体的历史我就不在这里讲了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逛一下，门票才15块钱，非常的良心。官方小程序上面还有语音的讲解。我们是中午入园的，正好赶上了人流，体验就一般般。建议有兴趣的朋友最好早上9点来。午饭呢，就找了网上评价比较高的一家店。这次的主要目的呢是吃鱼生。顺德的鱼生呢都是皖鱼做的，几乎每家餐厅都有。
皖鱼的味儿是比较淡的，所以基本上呢就是吃它这个拌料的味道。比如说这家呢就加了除了洋葱啊、姜啊这些的，还加了这个绿色的，就是非常解腻的柠檬草，还有炸过这个鱼丝，增加口感。右边这一小碟是酱油配了芥末。不害怕淡水鱼的朋友们可以试一试，但也不要吃太多哦。另外的这一个呢，就是顺德这边的拆鱼羹，主要就是把鱼做成一小粒一小粒的，再配着丝瓜丝、木耳丝还有腐竹丝等。最后这个汤是比较浓稠的一个状态，总体喝起来呢是非常温和的，也比较鲜。这个花雕酒腌蟹是他们家自创的一个招牌菜，是冷食的。他家的这个酒呢处理的比较好，就不会像有些地方酒味特别浓，掩盖了蟹的香味，反而他们家是淡淡的，就能给这个蟹起到去腥的作用。这道菜我觉得还是非常好吃的，怪不得是他们家的招牌菜呢。这个枸杞叶呢就煮的有些老了。他们家的烧乳鸽就一般般，凉了之后还有些腥味儿。总体这家呢，我觉得也是可来可不来吧。如果是对螃蟹执着的朋友们，可以来试一试它的花雕蟹，我觉得那个还是非常好吃的。晚饭找的这家餐厅呢，真的是酒香不怕巷子深，在一个居民楼里面。餐厅的名字叫食得喜，用广东话呢，它跟食得起是同样的发音，所以老板真的好聪明啊，是让你吃的又开心，还有吃得起，岂不是美哉？他们家主要的特色呢，就是吃桑拿锅，其中可能最著名的就是桑拿鸡，但还有桑拿鱼、桑拿牛肉都是可以的。这就是我们点的一份鸡了。可以看到的是，鸡除了鸡肉还加了鸡的内脏，一会儿蒸下去一定非常的好吃。桑拿的做法就是下面是一锅汤，这个汤一会儿我再讲。上面呢是铺一些蔬菜，下面还铺了一些南瓜，给这个鸡增添一些甜味儿。然后老板把这个提前腌好的鸡平铺在蒸笼上面，这里面他也加了鱼生里的那个柠檬草。顺德人真的非常喜欢这一个提香的食材。大概蒸个5分钟就差不多了。可以吃了。哇，看这个雾气啊，真的有种在蒸桑拿的感觉。看看这里面的这个可能是鸡肝吧，都已经蒸熟了，还有鸡肉，还连着鸡皮。底下铺的娃娃菜也差不多软了，但可以再煮一煮，最后再吃。先拿一块鸡肉试一下吧，大家不要笑我，我拿的是鸡胸肉。不过呢，这个才是检验这个鸡嫩不嫩的一个步骤，对吧？先从短板试起，还是很绝的哦，连鸡胸肉都非常的嫩。吃到最后呢，就可以吃下面已经被蒸熟的娃娃菜了，南瓜也已经软烂，配着鸡的香味，特别的好吃。最后呢，就到了这餐的精华了。我刚才没有讲它这个汤底，它蒸的时候呢，是把这些鸡骨头，还有比如说玉米呀、木瓜呀一些药材呢，放在这个汤底煮。所以你刚才蒸的时候，不是用清水蒸，而是用这一锅汤来蒸。之后呢，在这汤里面加一点盐，你就可以喝这个汤了。这个汤真的是超级的鲜甜，谁能想象就是刚才我们吃顿饭的功夫，这个汤就煲出来了。最后这一盆汤竟然让我们快喝完了。这家店是非常值得推荐的，老板一家还非常的热情，真的是配得上食得喜这3个字的。
那么我们在顺德吃的这8家店，我推荐的是这几家，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，请截图记好地址哦。